你知道吗？世间的起起伏伏，其实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控，这只手就叫天道。天道就是宇宙法则，它犹如一张天罗地网，控制着社会的轮回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天道面前，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值一提，人生福祸得失，皆因违背或顺应天道而行。那些立于不败之地的人，往往都是掌握了天道和规律的人。我越来越发现，一个人做事情究竟是如有神助，还是步步维艰，其实只取决于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，那就是他是否遵循了宇宙的基本法则。我想今天的13条宇宙基本法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恐惧，也许会有点不敢看，不是因为我会讲得很恐怖，而是接下来的内容对一般人的三观而言冲击力太大了。它是一副极为强劲的猛药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按住你的恐惧去看完它，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可以帮助你改命的契机。一天，你开车赶着去会见重要客户，路上看到一对年老夫妇的汽车爆胎了，你因为赶时间不想管，但又觉得必须管，于是你停下车帮他们换轮胎。你把轮胎换好了，老人家想付你一笔钱表示感谢，你婉拒了老人家，祝他们好运，然后你继续上路。当你赶到约会地点，却发现客户比你来的还晚，而且客户很爽快的就和你签了协议。你会不会觉得很走运呢？但这不是运气，这就是宇宙法则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心在哪，成就就在哪，你才是一切的根源。当你找回自己的力量，回归到宇宙的中心，我们也要明白还有宇宙法则。在修行的路上，保持觉知，与爱合一。序位法则，老子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孔子说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。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，万物皆有序列，每个人都是各按其位，各按其时的，每个人最终都会回归到自己的位置。这也可以看成是价值回归原理。无论是世界国家，还是一个家庭公司，每个人都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。这就是这种长幼有序，万物有归。不管我们是否有意，当一个人违反了序位法则时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和矛盾，直到我们回归序位为止。比如在中国经济的上半场，大家都在野蛮生长，胆子大的淘汰胆小的，每个人都只顾埋头赚钱，不管定位，也不需要定位，只要蛮干就能赚到钱。然而最近这2年，经济势头开始回落了，钱没那么好赚了，但是人反而回归了。这其实是好事，因为涨潮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不顾自己的初心和定位，一旦潮落，大家都需要能低下头来找自己的位置。中国经济即将开启下半场，下半场其实就是众神归位的过程，每个人都必须找回自己的位置。
一旦重新调整好布局，中国经济必须迎来新的飞跃和增长。2020年就是均值回归之年，房子、股票、虚拟货币、估值、市值等等，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很多财富都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，一旦到了价值重塑期，一切资产都会价值回归，世间万物一定会朝着价值最优的序列去排列组合。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彻底认清自我的过程，无论你经历了多高的巅峰，最后总会回归最真实的自己。平衡法则。平衡是宇宙最重要的规律之一，世界始终以它微妙又独特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平衡。比如物质越丰富，人的智商就会越退化；科技越发达，人的精神就会越空虚；营养越丰富，人的生理功能就会越衰弱；社交工具越发达，人与人的距离就会越疏远；娱乐工具越发达，人们内心就会越失落；知识越唾手可得，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越差。比如喝牛奶定律，一个天天喝牛奶的人，无论喝的奶有多好，他的身体永远都比不过天天给他送牛奶的工人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天天送牛奶的人，无论多么卖力的干活，他的收入永远都比不过天天在家里喝奶的客户。这就是神奇的平衡法则。再比苦难守恒定律，苦难是人生的基本特征，每一个人一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，它既不会凭空消失，也不会无故产生，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，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。所以你越是选择现在逃避它，越不得不在未来牺牲更大代价对付它。平衡法则的另一个表现就是，当某一个方面不足的时候，必然会与之相对应的方面出现多余。比如食不足则多虑，当一个人见识不足的时候，就会过度担心很多事情，诚惶诚恐，没有安全感。就好像杨绛的那句话，你的问题在于想的太多，而书读的太少。所以人们的焦虑往往是自己见识的浅薄造成的。再比如志不足则多疑，当一个人认知不足的时候，就会对很多没见过的东西半信半疑，总是在怀疑一切，徘徊不前，会错过很多重大的机会和人。还有度不足则多怨，当一个人的度量格局不够的时候，看到的都是不公平。20楼看到的风景，3楼看到的都是垃圾。时间一长会导致自己内心的偏激，充满愤恨和不满，整天抱怨和哀叹。还有爱不足则多情，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关爱理解的时候，往往就需要在另一个地方寻求补偿，企图找到让另一个的爱承载自己的寄托。这不叫爱，这叫心理补偿，是很多悲剧的根源。世界就是一个天平，你每拥有一件东西，就要为你的拥有它而付出代价。相应的是，你每失去一件东西，也会因你的失去而重新收获。3. 匹配法则。
每个人只能得到和他相匹配的东西，一旦自己拥有的东西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贡献，就会给自己留下祸患。比如，一个人的名声不能大于才华，一旦你的名声大于实力，就是名不副实，就是欺世盗名，就会有灾难。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大于功德，一旦你的财富大于自己的功德，就是在投机取巧，就是不劳而获。投机取巧必招灾。一个人的地位不能大于贡献，一旦你的地位很高，但贡献却无法与之相匹配的时候，必然引起周围人的不服、妒忌，甚至被算计。一个人的职位不能大于能力，一旦你的职位过高，而能力还不够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行使出能力之外的权利，必然给自己的坍塌埋下伏笔。周易系辞下有几句话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；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先不及矣。一个人永远只能享受和他相匹配的东西，得到一件东西的最好方式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自己配得上它。4. 整体法则。任何一个东西都既是世界的缩影，又是世界的全部。比如，我们可以透过个体窥见整体，例如中医耳学针灸，都是透过耳朵或手掌来诊断与治疗全身。比如太阳系里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的运转，和人体内五脏六腑的协作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人的脊椎有24节，一年有24个节气，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其对应点。通过反观与内视，所有的星系都会在人体之中找到对应的位置。我们要有一滴水而看到整个大海，就是整体法则的极致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物是独立的，世界就像一个大房间，有无数的门，从任何一个门都能进入这个房间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法门。比如易经有象数义理4大法门，这4个法门就是研究易经的4个途径：谱象、数字、道义、理论等等，都是我们探究世界真相的途径。任何一个角度途径切入点，都是通向世界奥秘的钥匙。我们只需要选择适合自己，能发挥自己所长的那条路即可。5. 因果法则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一切都是因果轮回。每个人的每一次经历都是有价值的，失败了会留下教训，成功了会积累经验。这些经历总会在另一个地方、另一个时刻显出它的价值。这就是因果定律。人们每天都生活在因果定律之中，从天体运行、四季轮回，到小河叮咚、大地回春，从花草树木、鱼虾成群，到红杏枝头、山峦叠起，这一切都和因果定律息息相关，也可以说是因果定律运行的结果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
凡事有因必有果，任何事实也必有前因，从来没有平白无故掉下的馅饼，也没有无故加之的灾难。种什么样的因，必会收获什么样的果。每一个作用力，必有一个反作用力回来。如果生活中你为自己设定了想要的得到的结果，你就需要追溯前人，看一看那些得到这个结果的人是怎么样做的，并为这个结果不停地努力付出。如果你能够做和成功人士同样多的事情，你获得的结果也将和他们同样多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。6. 相信法则。人表面上是一个物质肉体，其实是一个系统，一种思想载体，更是一个敏感的信息场，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、能量进行交换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所念所想，这就形成了你的气场。你想什么，你相信什么，你就有什么样的气场，于是就形成一个将你环绕的世界。所以世界是你用眼睛、耳朵、嘴、舌头等感官系统创造自己的实相，所以一切只取决于你的感官系统。你相信世界是怎么样的，世界就是怎么样的。比如当你正在恋爱时，你看到的外界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，到处都是光亮、光明的，而且很多原来你不能接受的事情，你也都能够一笑置之。世界还是那个世界，但是因为你的状态不同，所以生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这就叫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人如果真正深信某件事会发生，则不管这件事是善是恶，是好是坏，这件事就一定能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。所以用好的信念取代不好的信念，是命运修造的原则。在你眼里深信不疑的事，必将会不久就能实现。这种感召会无形当中影响你的行为，引导你往内心上不断靠拢。想给自己种福，必须建立好的信念。7. 吸引法则。世界是什么？是你内心信念在现实里的一种投射。把你的心念发射到宇宙中去，宇宙就会响应你的想法，给你想要的。如果你天天积极乐观，你的气场就是正能量的，会吸引大量好的人。好的是，如果你整日怨天尤人，你的气场就是负能量的，会吸引大量坏的人。不好的是，为什么那些我们一直担心是总会防不胜防的发生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强烈意识默默念叨的事物总是会被吸引到这里。再比如，现在很多人对垃圾信息产生了很强烈的依赖，比如不厌其烦地刷着朋友圈，不断地阅读那些手机上的无聊讯息，暴富的、明星小三的、八卦野史等等各种段子，长期泡在这些浮华的内容里，你就变得浮躁不堪，因为你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负能量气场，让你越陷越深。避开这一切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让自己修成一个正能量的人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能吸引什么样的人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。
8. 在乎法则。很多人之所以总是走不出困境，都是因为被自己在乎的东西操控了。有一次，孔子给颜回讲了一个道理，在一场赌局中，决定胜负的东西既不是技巧，也不是运气，而是你赌博时候的下注。为什么呢？有人拿普通瓦片当赌注，他赌得自如潇洒，因为不在乎这个瓦片，所以不急不躁，稳扎稳打。有人拿昂贵代沟当赌注，他赌得战战兢兢，因为总担心代购输掉了，所以心存恐惧了，手脚被困。而那些拿黄金当赌注的人，在赌局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神志混乱了，因为他太在乎了，患得患失，气度和魄力全无，其结局可想而知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一个男生追女生，越在乎女生，心中越放不下，越追不到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想得到对方了，以至于做每一件事的目的性很强，这导致女孩子有一种被加持的感觉，潜意识中就想离这个男生远一点。而那些能放下的男生，都善于用欲擒故纵的办法，这才真正掌握了追女生的大道。他们看起来若即若离，却悄然间抓住了女生的心。很多人事情做不好，就是因为手里的东西攥得太紧了，或者总是盯着目标不放，总是放不下，所以诚惶诚恐，畏畏缩缩，凡外重者内拙。意思是，越看重外物的人，内心一定笨拙。如果一个人能放下，就在他放下的那一刻，很多死结都解开了，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就有了。所以很多人不是败给了对手，而是败给了自己。世间的大部分失败，其实是败给了在乎二字。我们的眼睛本来都是雪亮的，只是被贪嗔急痴念屏蔽了，才迷雾重重。为人做事，放下就是最高层次的操控，也是主导一切变局的秘诀。9. 当下法则。曾国藩有句非常经典的座右铭：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。然而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这样的，活在对当时当下事物的不屑中，活在对未来的期待或者恐慌中，活在对已经过去事物的怀念中。我们无论怎么活，宁可活在各种虚构的幻想中，就是不愿意活在当下。活在当下是很知名的禅语，是说人应该放下过去的烦恼，舍弃未来的忧思，把全副的精神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。人生失去此刻就没有下一刻，除了这一刻是真实的，其他全是虚假的。金刚经里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里的心就是妄心，除了当下的事真心之外，其他都是妄心，起心动念皆是虚妄。人在20、30岁的时候，总以为未来才是最好的，因为那时应该会应有尽有。但一旦你到了40、50岁的时候，无论你多么有钱和地位，
你都会无尽怀念20、30岁时的青春，你会感慨无论多少钱，你都愿意换回青春。这就是人生。其实每一个当下就是人生最美的时光。1028法则，事物最靠前的20%的部分作用了整体80%的资源，这就是28法则。这个法则极其广发地存在在各个角落，比如世界上排名靠前的20%的人，作用了世界上80%的财富。我们80%的成果，往往得益于是由20%的付出带来的。等等，这个法还衍生的另一个规律，现实中80%的问题、困难，是由20%的主要矛盾带来的。我们必须集中自己80%的精力，去应对这20%的主要矛盾，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做事原则。我们经常说的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其实就是只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更重要。我们要把80%的精力放在做正确的事上，切忌面面俱到、大而全的做事方式。什么事都在干，往往什么都干不好。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那么1-2件。大多数人的失败，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找到那个应该聚焦的点。一定要找到那个属于你的20%。11重复法则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世界也在不断重复。如果把古代和今天的很多事对比后，就会发现一个规律：历史从未过去，历史永远都在不断的轮回。如果读懂了历史，就读懂了未来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现在正在发生的，将来还会发生的事情，在过去就都已经发生过。我们所遇到的问题，哪怕再匪夷所思，前人都遇见过。那么从历史中去学习那些真正厉害的人所遇到的事，所做出的选择，会对我们有更多的启示。比如各种庞氏骗局，在人间已经流行几百年了，无数前人已经上当，但庞氏骗局还是被后人不断的翻新和包装。无常才是事物最本质的状态。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，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。很多女孩子迷恋永恒的爱情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执念，因为人的心是会变的，环境不同，地位不同，人的心境就会随之而变化。金刚经里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意思是，世界上凡是我们能看到能表达的东西，都是在变化的。未来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无常的状态，不断迭代和更新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，包括各种平台产品服务，硬件软件，有形的无形的，都在从固定不变的变成可以组装共享迭代的。世界一直在平衡与打破平衡之间不断循环。每当一种大家的习以为常的循环链条固定之后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，打破原来的平衡，形成新的循环，一切又很快趋向于合理。新旧平衡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世界永恒的主题，
世界进步最大的阻力，其实并不是人们思维的固化，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。但无论旧势力多么强大，最后总会被历史淘汰，这也是铁律。社会经济越发达，无常的状态越明显，循环被打破的速度就会越快。因此，如今这个时代各种变化来袭，人类几乎已经应接不暇。但是无论循环被打破得多么快，只要你时刻都有价值，你就永远都有存在价值。只要你能带遍新势力的利益，你就终究有一天被成全。13. 对冲法则。人类社会每产生一个不公平的现象，都会对应的产生另外一种反抗的形式，两者互相对冲，以保证结果的公正。几个老同志这样语重心长地对90后说：别玩那些区块链啊，比特币什么虚拟的玩意，人生应该做点实事，比如踏踏实实的上班，然后买个房子，娶个媳妇多好。一个90后这样回答说：你们这些老同志就知道忽悠我们，这些年你们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把几千块成本的钢筋水泥搞成了10万1平米的房子。如果我们不再另谋出路，把一堆堆数字和字母搞到10万1串卖给你们，我怎么买得起你们的房子？怎么对得起这个时代？看懂了吗？两代人的荒唐就这样对冲了。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会，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无奈，但是荒唐永远都是和合理并存的。当一件产品的价格设置不够合理，严重偏离了其使用价值，它也是一种假货。比如昂贵的奢侈品，奢侈品为了能够躺着赚钱，利用人性的虚荣，再加上文化植入、稀缺性等等，一直把价格设置得很高，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奢侈品的存在是合理的，因为很多人愿意为这种高价而买单，他们满足了人们虚弱的需求。但是廉价产品的存在也是合理的，因为他们以更低的价格做出类似的产品，也是满足了底层人们消费的需求。奢侈品可以把100元成本的东西卖到1万元，为什么就不能有人把10块钱成本的东西卖到11块？一切局部的恶都是为了整体的善，一切局部的不和谐都是为了整体的和谐。凡存在就合理，这是世界唯一的真理。上述13大宇宙法则，它超越时空，放诸四海皆行，冥冥之中操控着我们的时运。人类无论经过多少轮回，都会延续下去。一个人唯有参透这些规律和法则，尊重天道，才可以宠辱不惊。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顺应天道。愿你早日找回属于自己的力量，改写自己的命运剧本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